探索维多利亚生活，被我生吓到了哦。我等一下就去参加一个研究访谈，是关于跨性别议题相关。其实我好像20几年前，我有参加过一次类似的，对，不过那个时代很久远啦，其实相关细节我也不太记得。在那个时候啊，社会风气是没这么开放，这些相关的研究访谈其实寥寥可数啦，几乎可以说是看不到。这几年啊，我觉得相关的访谈其实在社群平台上啊有很多，比以前多了非常多，应该也是跟现在社会风气比以前开放有关系啦。或许问题目会跟以前不太一样吧，等一下去访谈完之后，应该一切答案就会揭晓了。好了，我到了，应该就是这里了。我先进去再说。外面热死了。这个研究它主要就是想要了解，就是说，跨性别者是如何去感知可能我们现在跟过去台湾社会对跨性别者态度的一个变化，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些变化又是怎么去影响自己的可能一个性别认同发展啊，或者是在跟他人互动的一个过程，然后可能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生命经验的部分。我看到您表单上面是有填写，就是性别认同的部分，您是有写非二元这样，对，但是因为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就是好像有部分非二元性别者他不会认可就是跨性别这个identity 吗？这样子。我知道有的人对于跨性别他的概念会是比较二元化的，就是说对，要么就是 MTF，要么就是 FTF，对。但是其实比较新的研究说，性别它是一个光谱。每个人会在光谱的某一个位置，这样子，不是说只有在两端。这也是我比较了解到，就是跨性别它其实是一个，你说的流动的一个光谱，它比较是一个大伞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样。对，我的观念，我的概念是比较倾向这样的。这个也是我这几年比较有在更新我的知识。对，比较知道。对，如果我在性别认同那边，我有标注就是非二元跨性别者这样子的一个，可能title你是觉得 OK 的吗？没问题啊，因为我在我的频道上我就是这样标。首先的话就是我想要先了解一下，就是在您的成长过程当中，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跨性别者的，或者是说可能接触到好像有一个这样子的状态？我一开始是对女生的服装打扮比较会开始有兴趣，那个时候是大概30年前，那个时候会偷偷拿家里的女生的衣服过来穿这样子。我上大学之后我就去外地念书，然后去外地念书就比较会有自己的空间，可能跟我个性有关。我就觉得说我不想要躲在房间里面，然后就只是穿着羽绒，然后看起来就是一个男生这样子。对，我觉得既然要做，我就要想办法把它做好。从大学开始，我就开始比较认真去研究怎么穿衣服，然后怎么化妆，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对，就是一些细节这样子。我出社会后好像有断过好几年，最近我再回来是大概这两年多的事情。我以前一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认为我只是兴趣跟人家不一样，但是我基本上我还是个男生。最近这几年，我就越来越觉得说，我比较想要追求，想要更接近女生的外表。我在性取向跟以前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以前是我只会喜欢女生，对，然后现在的状况变成说，伴侣的性别对我来说可能就不是这么重要，可以相处的好是最重要的，不会像以前这么单一，就是我只想要跟女人在一起那样。其实你也是经历了蛮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探索的一个历程，蛮长的，对，是直到甚至是感觉是也是蛮近期的时候，对，延续到蛮近期的，对。我会稍微有些好奇，就是您对于跨性别的这个，就是可能这样子的一个群体的一个认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吗？大学那个时候有稍微接触到，大概20几年前，但是那个时候其实相关的资讯其实蛮少的，那时候我也不是很懂，应该最近5年左右，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的一些资料开始越来越多。我本身就是会对这方面的议题会感兴趣，对，所以我就会自己去，找资料，自己去看这样子。其实您是有感觉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可能比较前期的那一段时间，相关资讯或者是知识其实是偏少的。不止偏少，我觉得这个超少，那个是超少，对，超少，对。您认为就是当时可能比较前期的那个时段的话，
在社会上，就是对跨性别者或者是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的人，他们可能是抱持着什么样子的态度？我学生那个时候，大家对这方面的对跨性别的族群会比较刻意的去排斥，或者是会比较冷漠。他们可能不会直接表现出来，但是你会无意间会有这种感觉。对，就是你走在路上，人家就会觉得你怪怪的。我是从以前这样子走过来的，所以我有蛮明显感觉到，就是现在大家的那个接受度是真的蛮大。像我有时候走在路上，我就会在捷运站，我就说，那个隔壁那个是一个伪娘，其实蛮明显的，但是就大家就可以很大方的这样子，就很大方的在那边等车啊，然后跟朋友聊天啊。以前我算胆子比较大，但是我的很多的同族群朋友们，他们出门都躲躲藏藏的，就是畏畏缩缩的。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就是譬如说，就买个东西，然后你要结账，店员问你要什么，你也不敢讲话，对你就会硬要比手画脚啊，或者是把声音压很低啊，很怕人家发现这样子。其实是相较于过去的那样子，可能你会需要去，我觉得，我感觉好像是需要去隐藏自己。对，或者是可能你需要去躲藏，你要压抑可能自己的一些表现的感觉。对。但是到了现在，好像大家稍微就是比较不是这么特别的一件事情了。对，因为像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都没知道，可是我觉得就有人我不是很友善，流言蜚语之类的。研究所的话，是因为我们人数少，然后感情算还不错。同学们对我的接受度是蛮高的，对，但是特殊场合我才会打扮成这样出来。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啊，我入学的时候，那时候要填学生基本资料，然后那个学校的那个性别那一栏，它就多一个非二元让你填。然后再来就是我上台，我报 seminar 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打扮出去，我就因为我进实验室的时候，我是不能化妆的。对，因为实验室安全的嘛，而且老师可能老师有主动跟我说，他说那个你进实验室不要那个，好，然后我平常也不是这样的，可是我seminar的时候，我会比较就是打扮比较慎重一点，我就会打扮这样上去，然后至少老师也还接受嘛。对，当然我知道对老师来说，这个应该对他来说是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毕竟老师是从老一辈这样子过来的，就他们愿意这样子接受，我就觉得至少我觉得在风气上面是已经跟以前比起来是好蛮多的。我觉得是听起来是有一个挪动的感觉，有慢慢在挪动。对，我觉得过往可能是不太认识，然后可能也不太接受，但是有挪动到一个就是还在认识、还在接受的这个阶段的。对，我算运气不错啊，可能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本身先天条件算还 OK， 我觉得算不差这样子。有一些可能同族群的人，就是他们会碰到一些可能不太友善的状况，对我来说我比较少碰到。接下来的话就也想要跟您了解一下，就是说可能您刚刚其实已经有提到说师长，然后可能或者是您跟您同族群的朋友们这样子。那稍微有点好奇，就是可能在那个早期的时候，在您当时接触的人里面，可能就是比较频繁接触，像是家人啊，或者是同侪朋友，或者是可能早期吧，就是师长这样子，或者是其他可能跟你比较密切的，然后您感受到或观察到，就是他们是如何看待可能跨性别族群，或者是有这样子特质的一个群体。我妈一直都不太能接受，她其实蛮难过的，她觉得自己儿子跟人家不一样这样，她一直到最近才算是有接受。当然要他们支持，我觉得有点强人所难。我觉得接受就 OK 了。我现在还没有到就是用这个样子在他们面前出现，因为我觉得我就尊重一下长辈这样，除非他们主动讲我才会。然后我爸是他不会直接明讲这样子啊，他可能也怕伤小孩的心这样，但是有时候无意间他会透露出一些他觉得这样好像讲的人是没有心的，但是你听的人就会不太舒服。像有一次我回家，然后跟我爸聊我有个表哥，然后他去找他，然后他们就聊车子。因为男生很多男生喜欢聊车子，然后我表哥也喜欢聊车子，然后我爸就跟他说，我跟你表哥聊了很久这样子啊，然后他最后就讲了一句，这个像是一般正常男生有的兴趣。我那时候听了就觉得说，你是这样是什么意思？不过我爸后来他也在努力在了解这一块，家里最支持我的应该是我妹。对，我妹从一开始就支持，然后是从以前可能你小时候的时候就，我妹一知道的时候她就支持。哇，对，不过因为我妹本身她有一段过得很荒唐，然后她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拉回来。简单的就是她自己自顾不暇。对，
对，所以他也不太可能给我什么实质上的帮助啊。但是感觉你还是从以前的时候就有感觉到他至少是支持。对我的感觉啦，对于我们族群人来讲的话，其实外人的攻击其实可能伤害不见得那么大，但是自己亲近的人攻击伤害是最大的。那时候的同才也好，朋友也好，都是这样。同才有大学部的同学有一群人就感觉不是很友善，研究所同学大家感情不错，所以大家接受度都蛮高的。我的老师们对我接受度也蛮高的。前之前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就讲好，就是说那个女生要打扮过去这样，然后他们就说他就把我划到女生那边去。反正那天大家玩得很嗨，然后老师还一直催说你们那个照片什么时候给我。我觉得虽然就是确实有遇到那种不友善的同才，在大学的时候，但是像在研究所的时候，其实周边可能比较亲近的同学或者是师长，其实都是展现我觉得是很关怀的一个态度。对，像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妈妈，她说她的女儿，她发现她女儿可能是两只的，然后她很担心她女儿，我就跟她说，你女儿不会被外面人伤害，但是你如果不支持她，你如果攻击她的话，其实对她伤害最深。你们认为目前就是以我们台湾社会来讲，就是对跨性别者的态度，你们会觉得有哪些改变吗？或者是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改变的？至少20年前啊，那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男生要男生样子，女生要女生样子。其实现在也还是有相当一群人是这么认为的，只是现在对于一些性别的刻板印象，我觉得开始越来越模糊。你有想过什么样子是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比如说像现在那个女同志族群，对，我们有时候看女同志有的那个，其实她会打扮的比较男性化，对我其实就还蛮常看到的，以前是看不到的。以前你们对女性就会比较有那种长发飘逸啊，或者是你要像女生啊，对，要求那样。对，还有就像我刚刚讲的，有时候像我们这个族群呢，有时候可能我有时候在路上我就看得到。可能是因为我是这个族群，所以我对这个族群的雷达我会特别。像这种状况，就是以前基本上是看不太到。蛮多人开始尝试站出来的感觉，你觉得会是这样子吗？对，即便是比较大众一般的男生或女生，其实你去看他们的穿着打扮，时下的流行，其实也看得到，是有些元素其实是开始会用那种比较没有性别区分的，中性啊，或者是无性别的那种打扮。对，不是跨性别族群，就是一般的男生女生他们的打扮。还有什么是你没有想到的吗？性别友善车可能是我觉得比较有感的另外一个。对，以前没有这种东西。我觉得性别友善车这个距离这个制度成熟，我觉得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觉得这个政策的落实，它可能还没有到非常完善。概念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实际上目前执行起来，细节上其实还有蛮多问题的。厕所这方面，我觉得现在短时间应该比较没办法有共识啊。我觉得是好像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观点的感觉，然后就像你说的，这些观点也没有谁对谁错，大家都有道理。对，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对，这样子。还有什么是你有感受到的？可能对跨性别者的一个氛围。现在愿意站出来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对，我有在网上感觉到，我愿意站出来的是越来越多了。你是指可能跨性别者愿意现身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对，不管是在现实社会还是在网络上，因为公开发声的人是越来越多的。我想找到就是这种族群的话，真的很不容易。我以前那个时候用的是奇摩家族。奇摩家族。对，我是从奇摩家族开始。你现在还在吗？不在，很久了。它比无名小站还久，无名小站我也用过。对，无名小站也怪了。这社群媒体的力量啊。对，它真的是带来蛮大的影响的，或者是资讯上。会，因为有社群媒体就会让这些朋友们觉得说，原来我不孤单。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跨性别朋友其实本身就很难去找到相似族群，对，相似状况就很难。那我也会有一些好奇，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了解度提升，也不代表就是态度一定会往某种方向前进这样子。您觉得这个态度的目前您感受到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子？我自己感觉是可能慢慢的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些公开的空间。我觉得老师的跨性别毕竟不会变成社会主流，虽然我是其中一员，但是我觉得老师说他不会变成社会主流啦，他应该会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像以前一样，就是只能躲躲藏藏。
也是我觉得也是为了保护自己，这点是最重要的。对。但是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好像是或许对他们来说是能够开始慢慢的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当然，可能不太能说是说变成一个主流的一个群体。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我自己其实是那个跨性别医学会的会员我记得我是去听一个讲座，好像有研究啊。我记得 LGBT 全部加起来，就是非顺性别的族群全部加起来，如果台湾的大概是2成左右这样子。然后这2成里面，男同志、女同志占绝大多数，跨性别是少数中的少数。我们稍微就是时间线拉到近期，家人啊，就是朋友、同侪，或者是甚至可能是同事这样子，就是目前又是如何去看待跨性别的？因为我平常进实验室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平常其实蛮懒的。对对，因为你知道我化这个妆出来，一定要很长的时间。我化这个妆出来，今天应该1个半小时。哇！而且这是我去做医美之后，时间有缩短。我原本的样子要化大概要2个小时起跳。我比较不会刻意去跟他们聊这件事情。我也不会刻意去跟他们强调说什么跨性别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是很自然的，就是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它不会是一个很刻意的我去跟他们聊这件事情。对对对，我自己在经营社群也是这样。虽然我在我的频道或我的社群介绍，我可能会挂跨性别，但是我的内容其实我有刻意把性别相关议题把它减少。对，所以我的内容就是很像生活的内容。你如果有看一些跨性别相关的一些网友们的他们的内容啊，9成以上全部都是性别议题。也不是说不好啦，只是就很容易聚集相同的人一起这样，就相同的朋友啊，相同族群的人。但是相对的，我觉得就是会被锁死在同温层里面。对，就是都是同样的人一起在讲，可是外面的人就还是一样不了解。我自己是觉得说，性别这个身份应该要把它变成你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对，而不是一直去强调它。我觉得在媒体会去放大，或者是去聚焦在一些争议性的一些性别议题。对，就像是我觉得你刚刚就有讲到的公共空间的使用，对，公共场所这些这样子的，我觉得是引发热度吧，或者是话题的一些东西这样。对，但是我觉得像可能这样的族群，他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他的每一天的日子有很不一样吗？或者是说，那他们真的遇到了什么样子生活的挑战？我觉得去聚焦这一块其实是缺少的。就是真实的一个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子？找工作，对，找工作是蛮多人的困扰。你有观察到，就是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或状态？就是雇主他当下他可能会表现出觉得有点怪怪，或者是他根本也不会表现，可是他就不会录取。我觉得是蛮常会碰壁的。对，因为我说实话，其实有些工作就是蛮吃外国的。这是现实。就是台湾的。我觉得其实连国外也是。跨性别朋友们呢，我觉得其实他们在外表这边显然是吃亏的。真的那种好看可以让大家觉得说，你就是女生或你就是男生的那个，还蛮吃基因的。大部分我看到的啦，比较多的朋友们是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觉得他们先天条件就是吃亏，然后找工作就是会很不顺利。工作，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大家的生活的动力跟生活的根本这样子。还有什么是你想到的？还有一个吵比较凶的是当兵的议题。其实我在当兵这一块的看法，我跟大部分的跨性别朋友不太一样。我是当过兵的，然后其实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甚至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志愿役的学长，他因为知道我有另外一面，他变得跟我很好。因为他是动漫迷，然后他是动漫迷，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阵子有在玩 cosplay 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聊开了这样子。对，他因为知道我有这一面，所以他后来跟我很好。跨性别朋友们对于当兵这件事情好像非常恐惧，很多朋友在那边吵那个当兵的事情，然后就会有人，男生女生都有，男生可能比较多，就跑去站。就说你还没做变性手术，你就给我乖乖去当兵啊！然后有时候讲得蛮难听的。我觉得那其实也不是一个友善的态度。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跨性别朋友，他们本身也是给人家就是全身都是刺的感觉。我知道他们可能害怕，但是老说他们那种态度，其实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就没有想要沟通。我这次不是那个兵役法有那个嘛，这次可能政府是真的比较，我觉得比较仓促啦，但是
政府它必须考虑所有人的问题，它不能只考虑跨性别问题。而且我个人觉得，以台湾的目前的处境，我觉得男生女生可能都得去。我知道很多跨性别朋友想要跨入一般的社会，他们其实也想要进入一般的社会，然后不要只是锁在同温层。但是他们有时候可能因为那个防备心太强，他们是在保护自己，但是有时候无意间会让他们更不容易进到一般大众的社会里面，就变成说大家就是小圈圈，就继续锁在里面。我觉得或许就像你其实提到，我感觉到那可能也是一个舒适圈，也是一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安全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对。相反观点进来，可能就已经在安全圈里面有一些不安了，但是还可能那个语言这样子刺进来，对，确实就是会有一种不太好的循环吧，我在想。对，其实我感觉我觉得你跟人家处的好不好，其实最重要的是看你的个性，你的处事的道理，其实跟你的性别其实可能会有影响，短期会有影响，但是长期来讲，我觉得它不是决定性因素。我当兵那个时候大概20年前。那时候我们单位就有那个男同志可是那个男同志跟同袍处的蛮好的，所以其实有很多跨性别朋友在那边哀叫说我不想去当兵，你去里面一定会被霸凌或什么之类。其实我都想跟他们说，性别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你的待人处事。听起来我感觉是说，或许性别身份这件事情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影响，同样也存在就是说他对他来说这个东西他可能不是一个非常优先的。他会去看，或者是他会去认识你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是我从你刚刚讲到的一些经历，我感觉到的。对，然后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我们刚刚谈到了蛮多，就是观点啊，或者是看法啊，或者是可能态度啊，可能从早期大家不了解。或者是可能就是排斥的人其实是占多数的，到现在其实接受的人也出现了，然后就是大家都有各自自己的观点。我会很好奇，就是您感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变化，是否就是会对您自身性别认同理解有所影响吗？会耶，前面好几年我一直都觉得说我就是跟一般男生，我只是性别跟人家不太一样而已。我这几年会开始转变，我觉得也跟接触到越来越多新的性别相关的知识。我觉得有关系，因为我会自己去对我好像符合某些迹象那样子，就是帮助你去确认跟核对吗？对，性别不安它不是有分等级嘛？我后来知道性别不安不是只有说我要变成另外一个性别，不是这样子。对，就性别不安它有分6个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它有分，然后它会看你符合哪几个那样。我有发现我的状况好像有部分符合性别不安的定义，但是有一些不符合。我会觉得我应该是属于非二元性别，就是因为那一段这几年我开始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开始会蛮讨厌我某一些身上男生的特征，但是呢，你说我有想要改变我生理性别吗？我是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认识其实是更明确了一点点，更了解了自己的可能性别认同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子的。对，还有什么是你有想到的吗？例如说，我对于选伴侣的性别的要求吧，以前我一直都觉得说我只会追女生这样，现在我会觉得说性别对我来说可能就不是这么重要。我们就是聊到这么多，就是这些社会也好啊，他人也好啊，或者是整个观念那些的转变，您对于自己身为跨性别者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或想法吗？我觉得可以做这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你要接受人是可能会随着时间改变的。我觉得你其实提到一个，我自己听到，我觉得我蛮感动的，就是你是说可以做自己是很幸福的事情，这样子。对，因为我被压抑过很多年。我觉得好像其实您是要压抑自己想要做的那些事情，或者你想展现的自己。对，那段时间我一直觉得说，我好像有一部分是空的。你越压抑，随着时间，反而那一块会越来越大。那你觉得像这样子，我们变化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了，就是跟过去的时候不太一样的，就对你表达或者是揭露我自己的性别认同的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或者是方式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部分我倒是还好，我这部分我倒觉得我从头到尾好像变化是不大的。我都是一个就是很勇敢、很乐意表达自己的人。
您觉得就是揭露性别认同有不一样吗？还是其实是会表达这件事情？我不会刻意去聊这个话题，但是如果我当下是在聊这个话题，我不会逃避，我就直接讲。就会直接说，你会觉得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以前可能就是比较会避开这个话题，或者是说附和大家讲这样子，就讲到说，我也是跟一般顺性别一样这样子，对。我最后的话我会想要问问，就是说，你会觉得是说现在社会态度的变化成现在这样子的话，有让你跟别人的关系产生改变吗？我觉得女生对我的友善程度很高，她们其实全部都知道我生理性别，但是我觉得跟他们的互动就是，他们好像会自动把我带入到女生这个角色，去跟他们互动这样，就很自然的感觉。对，比如说像我有时候会去酒吧，然后酒吧像 bartender，然后还有我去专柜的时候会计，然后还有医美的我的咨询师跟他同事们，然后还有我的博士班的女同学，但男同学会比较拘谨。对，然后女同学就很热情，这样。社交上我自己是没有什么问题啦，而且他们大部分都会跟我聊化妆之类的问题。他们对我的打扮评价基本上都是偏正面的这样。然后还有就是我有个比较深的感触，就是说，如果外表有优势的话，真的你在社会上真的有时候会有一些优势。有一次好像我去百货公司，因为我车子停在那个停车场，我钱太不够，所以我那个停车费没办法缴。我就跑去问那个夜班的那个管理员说，那个附近有没有 ATM？ 管理员就看了看我，他说不用，你直接出去。对，不用，你直接出去就好了。还有像我有时候去吃东西，去喝下午茶，去喝酒，有时候偶尔会有那种免费招待。其实你是有感觉到这一方面的一个优势。对，我觉得可能跟社会风气有点关系，以前好像没有。我觉得确实它是用红利来形容吗？算了，我觉得这样子，我都戏称那个叫正面特权。正面特权，但我觉得也是一种友善吧，就是对于这个可能是外表啊，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喜欢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就是现在就比较多人他们会比较 care 说你外表看起来好不好看对于你的性别可能就其次。或许就像你说的，其实您感受到的一个台湾社会的一个变化，大家其实在性别之前有蛮多东西是摆在那个前面的。对，我觉得或许以前可能有些人可能看到他比较女性化的男生，就一定会有那种什么娘娘腔啊，就是那种很幼稚的那种言论。对，那个女生就什么男人婆。对，男人婆这样子，我觉得或许过去的一个态度可能是蛮把这种特质或者是性别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放在一个蛮前面，就是这个人我对这个人的判断放在一个蛮前面的一个标准的感觉。那我觉得会不会其实你现在也感受到，就是说当然还是有人会这样子，一定会有，就是不可能没有这样子，但是其实大家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去看一些其他东西了。就那已经不再是一个唯一的可能一个标准这样子。我是觉得就是说，可以接受每个人对性别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一定会有反对的人啊。不过我觉得 OK， 但是就我们要接纳各种不同观点的人在这个就是并存在这个社会上这样。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到这边好，很感谢你今天就是过来一趟这样子。我也谢谢你，因为我也是20年以来第2次。我之前那一次好久了。OK， 以上就是今天的访谈心得，聊了好久，对。我话匣子一开就停不下来，差点聊超过时间。如果大家有任何不同的想法啊，我的经验啊、心得啊，想要跟我交流讨论的，也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我说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然后记得看我更多影片。下次见喽，拜拜。